自从经历过任老爷尸变事件后，英叔就知道自己这2个徒弟不靠谱，于是就打算培养出一支人灵将来给自己养老。秋生和阿芳见到小僵尸既会撒娇，犯了错误也能主动让英叔不忍心处罚，危机感在2人心中油然而生。师傅一定下不了手，父子情深嘛。怎么看不顺眼啊？啊，没有，你感情丰富。是啊，谁像你们2个冷血？就在此时，村民阿呆来向英叔求助，还没等阿呆说明来意，就被掉落的盆栽砸晕。英叔见状，就让2个徒弟弄醒阿呆，顺便把小僵尸钉在家里。可是调皮的小僵尸早就有了破解符咒的办法。眼看英叔离开，小僵尸又摆弄起了英叔的法具。另一边，阿呆苏醒后告诉英叔，地里的芭蕉精抓走了自己弟弟。英叔通过地上的红线找到了弟弟，此时他已经被芭蕉精吸干了精气。英叔知道他们在这里干等芭蕉精是不会出现的，而他的徒弟秋生是个招鬼体质，于是英叔就让秋生假扮成新郎出去吸引芭蕉精。只见秋生将一对红烛插在门前，然后用一根红绳将蜡烛套起来，用火柴点燃红烛后，把红绳的一头丢进芭蕉林，而另一头绑在秋生的脚趾上。当芭蕉精感受到秋生童男的气息后，就会出来跟他圆房。埋伏在床底的阿芳就会趁机用照妖镜来对付芭蕉精。果然2人做好准备后，芭蕉林里就有了反应。一阵阴风顺着红绳来到了屋内，一个妖艳的芭蕉精出现在秋生上空。秋生急忙给床底的阿芳打手势，可是阿芳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紧接着芭蕉精落下红绸缎，将秋生的手脚绑住。虽然芭蕉精长得也不错，但是秋生的眼里只有小缝。就在芭蕉精要得逞的时候，秋生拼命将鞋子弄掉。这时床底的阿芳才发现不对劲，可是笨手笨脚的阿芳又犯了老毛病，一下把照妖镜弄死。阿芳急忙撕下符咒救急，可听到声音的芭蕉精已经出现在面前。芭蕉精低头看到了自己镜子里的鬼样子，顿时就把自己吓跑。埋伏在屋外的英叔想要拦住他，奈何芭蕉精一碰到树木就会融入其中。恼羞成怒的芭蕉精立刻就用妖术对付英叔，可是当影子碰到火苗的时候却被烧毁。英叔顿时想到了火恰好能克木，于是英叔拿起灯芯扑向影子，芭蕉精只能逃进树林躲避，不能再让芭蕉精继续成长。英叔直接就追了进去，芭蕉精立刻布下鬼打墙困住英叔，然后开始从背后偷袭。可是英叔早有感应，等芭蕉精发起攻击的那一刻，英叔突然丢下手里的灯芯，就这样一只妖艳的芭蕉精化作了灰烬。回家以后，英叔就开始分配今晚的工钱，这份是公家的，这份是我的，这2份我帮你们保存起来，将来好移民到大城市用啊。就在2人以为自己又白忙了的时候，小僵尸拿出了被他弄坏的金钱剑，于是秋生提出只要帮他们拿回工钱，保证修好金钱剑。次日，英叔又接了一个大活，人家镇的风水好像出了问题，现在是人丁不旺，六畜不安。可是英叔看过这里的地势后，发现这里的风水是1等1的好，是旺财旺家的金龙追猪风水格局。可就在英叔查看龙珠的时候，却发现龙珠居然已经裂开。随后英叔又拔了一把水草，发现根部已经发黑腐烂。在捉到一条罗非鱼后，英叔找到了问题的原因。这个范围的水有问题。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找到新的水源。英叔利用风水术里的寻龙诀，很快就给人家镇找到了新的水源，然后用一块木牌定位。可就在他们去吃午饭的功夫，一群蝙蝠却将木牌拔了出来，然后插在了别的位置。到了晚上，秋生和阿芳拿回工钱，准备去怡红院潇洒，却被一只女鬼给盯上。哎呀，真的有鬼啊！我叫你不要欺负他吗？快关门！关门！关门！喂，他跟着我们干嘛？我们有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一定是你们在外面惹回来的。如果你们不把他摆平啊，那个女鬼就会上你的身，或者上你的身。明天我起床啊，你就会变得不男不女，不三不四。
所谓冤鬼缠身，人妖难分呢。师傅，好了，我睡觉了啊。师傅别那么残忍嘛！残忍？你们偷我钱更残忍。眼看英叔坐视不理，秋生便拿出一张符请鬼上身。结果透过女鬼视角，秋生看到怡红院里大爷如神，美女如云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阿芳一听羡慕不已，也想体验一把上帝视角。但阿芳却看到女鬼生前在怡红院唱曲儿挣钱，老板为了逼她做生意就动手动脚，还拿开水泼她。女鬼被烫死的同时，她的灵魂也飞了出去。阿芳感受到这一切后，就被女鬼死前的恐惧所支配，不仅全身抖成筛子，还要咬舌自尽。秋生见不对劲，急忙阻止，却被阿芳死死咬住手指。师傅，他真的是鬼上身啊！废话！哎呀，轻一点，师傅，快点啊！我的手指头要断了，师傅！英叔把女鬼收进坛子后，就递给了阿芳，并且表示他跟女鬼已经有了因果，所以要帮女鬼找回肉身安葬，不然他就麻烦大了。次日，秋生和阿芳就想用正规渠道寻找女鬼的肉身，结果被怡红院老板好好上了一课。另一边，英叔打好的木桩被蝙蝠挪了位置后，毫不知情的阿威队长就带人开始挖井，结果手下在下面挖出了一具尸体，看腐烂程度已经死去好多年了。阿威看尸体上有块红宝石就动起了歪心思，这下我可发财了！把我拉上去啊！结果尸体刚见天日，空中就风云突变。英叔察觉不对，立马赶了过来。队长，谁移动了方位？这具尸体刚出土就遭到雷击，肯定是不祥之物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英叔建议立刻将尸体火化。但阿威看中了尸体上的红宝石，他借口雨天没法点火，把尸体运到了自己房间。阿如看到红宝石后，立马两眼放光，让阿威赶紧锯下来。但雨很快就停了，英叔也架起了柴堆，要求立马烧掉尸体。可是镶着宝石的十字架质量太好，一时半会根本锯不下来。阿威看了一眼自己的雕像，立刻想到了好办法。就这样，阿威用布盖好自己的雕像，代替那具尸体。但英叔很快就察觉出不对，想要揭开布帘确认一下，却被阿威一把拦住。哎，我们挖井呢，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尸体，这是我们的煤气。可是幸亏有道长在这里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运气啦。道长了不起啊！经过这次火烧旺地，我们村子可以大吉大利了。喂，立刻点火！哦。被阿威这么一搅和，木雕很快就被丢进火堆。英叔在跑去查看时，已经真假难辨，他也只能作罢。随后，阿威赶紧回到房里，想用斧子把红宝石劈下来。宝石虽然被劈了下来，但是他也被撞断了鼻梁。阿如见状，赶紧让门口的卫兵带阿威去止血，而阿威见到十字架上的鼻血，却被尸体迅速吸收。而阿如回到房间后，根本顾不上看尸体，只见他捡起红宝石就试了起来，而他身后的尸体却动了起来。原来这具尸体是一只被封印在地下的西洋僵尸。另一边，阿芳怎么也找不到女鬼的肉身，于是便跟坛子里的女鬼商量，将她供奉在这里。但小僵尸却不乐意了，尸鬼共生是会互相克制的。他立马将坛子抱去外面，想要放女鬼离开。可是英叔却早就算到两个徒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只好亲自开坛做法来寻找他的肉身。只见英叔在装女鬼的坛子上画符，再用八卦取一些鬼气，然后置于孔明灯上，这样孔明灯就能根据鬼气找到相应的尸体。孔明灯迅速飘了出去，师徒三人紧随其后，结果却越追越偏，还要经过一座吊桥。英叔和秋生三两下就跑过去了，恐高的阿芳就惨了，他刚走几步就踩空了。而阿芳下面正是刚刚吸了阿如的西洋僵尸，他挖出了自己老婆的尸体，此刻正用蛇血浇尸，想唤醒自己的伴侣。看到孔明灯飘过，僵尸立马警觉。而英叔追着孔明灯，很快就找到了女尸，但回去的路上，他们却被僵尸堵路。你们干什么？眼看对付中国僵尸的法术不起作用，英叔让阿芳带着尸体先走，然后从地下挖出2条树根，摆下了一个降魔阵法。
是这样呀。走。眼看阵法也无法对付僵尸，英叔只好先带着徒弟撤退。次日，英叔想要把镇上闹僵尸的事情告诉阿威，而阿威此刻正在为阿如熬药，却不知阿如已经变为僵尸。就在阿如要对阿威下口的时候，英叔恰好推门而入。放手！你敢对我表妹无礼！他已经变成僵尸了，你才是僵尸呢！你是不是没鬼抓，把我表妹当鬼啊？随后，阿威就用枪指着英叔，要把他关入大牢。另一边，秋生和阿芳刚带着尸体回家，小僵尸就告诉他们有个女人来找他们。两人过去一看，原来是附近教堂的修女。修女告诉两人，教堂里闹蝙蝠，想让他们帮忙处理。阿芳一听，立刻想到了昨晚的西洋僵尸，于是两人放下尸体后就火速赶往教堂。但随后小僵尸就发现一群蝙蝠正叼着西洋僵尸往教堂方向飞去，小僵尸立马打开帽子，指挥铜钱剑跟着他去寻找英叔。此时的英叔已经被关入了大牢。阿如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进入牢房，想要吸血。危急时刻，小僵尸炸开了牢门，英叔这才逃过一劫。小僵尸做事果然比两个徒弟靠谱。而此时蝙蝠已经叼着僵尸来到了教堂，僵尸轻车熟路地进了自修室，而此时自修室的棺材下还躲着昨晚的修女们。随后老修女就偷偷向外看去，却见地上不断有血流去。他赶紧视线上移，却见僵尸正捏着一只蝙蝠吸血。老修女吓得目瞪口呆，然而下一秒僵尸就跳入石棺中，还盖上了棺材盖。修女们这下是彻底暴露，不过幸好是白天，他们便悄悄往外爬去。与此同时，秋生和阿芳已经赶到了这里，眼看房顶上密密麻麻都是蝙蝠，秋生打算放火烧死蝙蝠。可就在两人烧蝙蝠的时候，僵尸突然有了感应。不用跑了，他怕光。眼看僵尸惧怕阳光，秋生和阿芳立马上房揭瓦，打算用太阳烤死僵尸，但僵尸却釜底抽薪，直接把梯子拆了。秋生只好抓着藤蔓下去，结果刚落地就中了僵尸的埋伏。听到秋生的惨叫，阿芳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于是下去查看，结果却不小心踩空，僵尸已经虎视眈眈，并不断向阿芳靠近。阿芳吓得只想逃走，却被英叔一把按了下去。他要用阿芳做诱饵骗僵尸上来。当僵尸与阿芳近在咫尺时，英叔这才迅猛出手。虽然这只僵尸不怕符咒，但作为吸血鬼，阳光却是他的致命弱点。英叔趁机掀开所有屋顶，逼的僵尸只剩一方小阴凉。眼看僵尸被困住，小僵尸立马献上铜钱剑。英叔眼疾手快，直接一剑刺入僵尸的眼睛，但随即僵尸就抽出铜钱剑，徒手就碾碎了。小僵尸见状，立马点燃炸药。这里不安全，快躲起来！虽然整个教堂都炸毁了，但僵尸却完好无损。英叔见状，赶紧拿起火把去追，可是刚追出不久，就不慎陷入了沼泽里面。好在借助岸边的木桩侥幸脱困。在看到不断滴落的尸油之后，英叔断定僵尸肯定藏匿在附近的树上，于是立马飞身爬上树干，用火把将僵尸给逼了出来，然后一个三连狙将僵尸打得节节败退，接着取出火苗扔进了僵尸嘴里，还用黄符封住了嘴巴。眨眼间的功夫，僵尸的身上就燃起了熊熊烈火。还没等僵尸反应过来，英叔抱起一块石头，又是一记重击。但此时的僵尸已经彻底暴走，直接将英叔打进了沼泽。英叔借力用力一脚，直接将僵尸踹进了沼泽。而听到动静后的众人也赶来帮忙，但这帮人越帮越乱，一个不落的全都陷进了沼泽。僵尸瞅准机会向英叔扑来，英叔一时紧张就抓住了老修女。就这样，老修女完成了对僵尸的最后一击。这部影片是林正英唯一一部自导自演的僵尸片，可以说是用尽了他毕生心血。虽然上映时票房不尽人意，却为以后的僵尸片开拓出了中西结合的新思路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小 K，下期再见。